给姐妹们吃点好的，求求了，对不对？来，演出，大家好，圆圆。哎呀，第2年录比赛了，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但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开头吐槽了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讲完之后，节目组问我说：“哎，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把我妈欠的钱还了。我说妈，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但你是老赖之母。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多曝光、多挣钱，我讲这篇稿子血亏，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我懂。哎呀，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时代红利，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模仿于翔宇的风格，要能喜单夺冠。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声音提高8度，我说哎，我是教主。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那个 CEO 说 AI 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我说啊，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这儿全是挑战，你哐哐机遇。哇，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你下岗，我上富豪榜。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嘛？哎，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纺织工人说瓦特的脑子瓦特了，咱们要不干掉他吧，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真的就是生气，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统治人类。那就人人平等了，没有人上人，全都是 AI 的下人。就 AI 战胜人类，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你呢？我说我挺好的，我花呗清零了。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按姓氏笔画排序。我于翔宇。力压马化腾、刘强东跟张一鸣。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什么机遇挑战并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拥抱变化。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呦，抄底的好机会。”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我只有一个反应，就啊！我现在觉得机会啊，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冲冲吧，就啥也没有，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我也去卖烤肠，红利被他抓走了，我被城管抓走了。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那一听就不合法。那烤肠得多上瘾。
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这就是机遇监狱并存。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也有点徒劳。我去年搬来上海，我那个房子是大房东直租。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他说你放心，我不卖的，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我有10几套呢。你不信我给你看。他手机上有个 Excel，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我想问那个大房东，我能不能做你的2房？我拥抱变化，你拥抱我。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对吧？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嘛，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就这个浪潮退去，我才会出来。这能不能捡点啥呢？哎，这是个海螺。哎，听，是我哭的声音。一抬头，弄头在那开香槟庆祝呢。我说，哎，那瓶子喝完还要吗？这里面有圆圆。我最近一直在拍戏，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有很多事儿是我完全之前没想到的。我在北京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导演就经常会让我们实拍，就从一个胡同里出来，然后哭，扶着那个电线杆，然后所有的路人就是真的都是真实的，他们就从我面前过。我说就这么拍吗？他说对，就这么拍。我说那就来吧。我从里边出来，完了之后扶着电线杆开始哭，就哭得非常伤心，像那种大哭，就然后鼻涕流3个水晶吊坠，就这样。我这哭呢，完了过来一个大姐看着我，富航。我说拍摄呢，拍摄呢。还有大姐看着我，拍摄。我说拍摄，拍摄。我后来跟那大姐说，我真的在拍摄，然后那个大姐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房，我特别喜欢看你，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快乐。但是我上班每天都特别生气，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不生气吗？我给你讲一些不生气的段子。我今天在这儿讲给您，我答应您了。我之前上班的时候，老板有一个骂我骂到我每天胃疼，就是那种躯体化了。他只要一跟家里边打架，然后他就来这儿骂我，骂其他的员工。我当时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我自己身体都弄坏了。我开始上网学一个操，叫不生气操。真的有这个操，朋友们，完全没开玩笑的。然后就是双手这样抬起来，大家可以一起做，你知道吧？就看着远方，完了面带微笑，就是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就这么简单。全网教学非常详细，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生气之前做，还是生气之后做。我当时也年轻，我选择生气当时做。第二天老板到公司，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一抹嘴就骂我，他就中午吃完饭把盒饭一搁一抹嘴，都是富航啊。我说来吧老登，开战吧，骂我，凌辱我，鞭挞我的灵魂，来。他说富航态度不积极，我说。朋友们，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啊，第一次的不生气操真的推荐你们去做，因为第一次跟后面的无数次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次你100%会被自己蠢笑。你想，就是路边过来一个人走了，看着你，废物，完了你看着他，坐一会儿就笑了。就是后面没什么用了，因为只有最开始做的时候有用。然后我就
研究了一下，外练筋骨皮真的帮不到我，我必须要内外兼修。我要想从我的内调完了之后跟外一起结合。我想怎么才能内外兼修呢？就比如说是，我开始思考，从小我只要一难过，别人一骂我就难过，难过我就哭，啊，一夸我就笑，我的情绪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不要，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哎，别人骂我，我难过，我就到这儿，嘿嘿，大脑都懵了，大脑每天我内外兼修，提前1个小时到公司，办公室里没有人，比如这是你的工位吧，然后我就围着那个工位，真的就是每天练。我太难过了，就是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气，嘿嘿，不生气。同事跟同学一样都不跟我说话了，因为办公室有监控。他们开始传说富航要单枪匹马一个人做法给老板做死。他们说只要做够31天，老板干嘛死？我说你们想太多了。他们把视频拿出来给老板看，也给我看，的确稍微有点吓人。你就想吧，明天早上起来这是你的工位。然后你的同事把书包一放，把肩膀一搁，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不生气，不生气，生起病来没人替。老板当时看完那个手机，在办公室头发掉地上捡起来揣兜里，指甲都不敢剪，他怕我给他收走了，给他做死。他从那天开始就跟我稍微有点小小的隔阂了。他决定要裁员，说是2选1啊，因为老员工有感情，我跟一个大哥，我们俩只能留一个人。我们俩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是好朋友，知道之后一瞬间变成敌人。然后我们在宣布裁谁之前都没法对话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纯仇人了。然后在宣布之前，我一直翻我跟那个大哥的聊天记录，我翻，我突然发到我刚入职时候那大哥特别帮着我。我当时一想，富航有点难看了。我堂堂7尺男儿，到哪儿能没口饭吃？我啪一拍桌子，我说老板，我主动离职啊！老板说本来也是你，天天就会狗叫，还有你们俩都滚。我说啊，不是说老员工有感情，所以说2选1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看着我说，做生意要什么感情？哇哦！就从那天开始，我去任何一个工作，我都不会投入任何多余的，比如说是同事给我一个眼神，老板说我一句什么，我非常简单，我就是到那儿拿钱我就走，就是拿钱我就走。现在录节目也是，不是？对啊。录节目的时候给你们讲什么段子，如果你们当时没笑，我会非常难过，但是录完就不会了，真的，因为那时候就是 money in my pocket。没有，开玩笑。当时我非常生气，但是我想就这样算了，我就开始收拾我的那些东西。收拾的时候，他还骂我，啊，我那火腾就上来了，我这胳膊腾就抬起来了。我说你再骂我一句，他说富航，你还敢做操？我看你再敢做操，我说已经给你做上了，我做死你，我走了也给你带走。那个时候我每天在那个公司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会拿1个小时分成6份，完了之后每一次10分钟去那个楼梯间练脱口秀，我每次练10分钟，我没有影响谁。然后他就跟我说啊，我在那儿坐着呢，我坐着呢。他说富航，我知道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我现在是大王。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去，任何颁奖礼我都去。我从来不怕场子凉，我就怕恐惧。因为不管场子有多凉，我都不难过，因为我的鲜血永远炙热。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你真的到这个年龄之后，你就完全不会再担心了。那个时候他经常说啊，什么骂你是因为你好啊，完了说我每天说你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非常认真的跟所有老板说，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好好说的，别装了，你就是想发泄情绪。然后包括就是今天这儿设计也非常不合理，
我想发泄一下，就是从我这儿开始，这边往后的这边的朋友，还有从这边往后边的朋友，他们看的根本就不是喜剧之王，他们看的是屁股之王。他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正脸，真的大哥，我再给你演一遍。不生气，不生气，超哥这样，我再给你演一遍，真的，就这。真的，大哥太辛苦了。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开心一点。但是今天大家肯定会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喝上了传说中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了。哎，绿茶鲜爽，焙茶醇厚，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喝完了之后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呢，别人问我，哎，这个统一绿茶。喝没喝过有什么区别呢？我说当然有区别了，就好像我以前没拍过戏，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尝试，你完全不知道。我拍戏还有一个故事是，我那个电视剧呢，我一直以为是1、2、3、4、5集就顺着拍，我真的拍完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根本就不是。他可能第1天拍第10集，然后他第4天拍第1集。我呢之前不知道有接戏的这一个说法，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也出了一些小问题。当时有一场戏，第1天拍第1集是我在监狱里跟管教解释为什么我跟黄毛狱友打架。原台词是黄毛把鞋脱了，脚啪放在这儿，我跟他打起来了。但是你知道我爱即兴，我当时跟狱警说的是，我说您知道吗？黄毛把鞋脱了，脚啪放这儿，塞我嘴里了。导演说过。我说太棒了。过了3天，拍我跟黄毛打架。黄毛到了，把鞋脱了。我准备好了。突然，导演说3、2、1，开始。他刚说开始，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停。导演，我是场记。付航那天说了，黄毛把脚丫塞到他的嘴里了。我当时天都塌了，我天都塌了。我刚拍戏，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难搞，我总不能说导演说现在黄毛让他把脚放你嘴里，然后我说我忌口，或者什么我最近屁股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完全不行，但是显得太难搞了。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我好难过。但是我一看导演面露难色，导演特别为难，导演说：“哎呦喂，哎呀，这咋办呀？你说这，哎呀！”当时我心里一下就放平了。然后导演就是非常难过的，他看着黄毛，他说：“你介意吗？”我说他的脚丫在我的嘴里，你问他介意吗？我那火腾就上了，我这胳膊他就抬起来了。看，哇！你们越鼓掌，我做得越快。哎，我又坐起来了，我完全坐起来了。啊！导演转头看我一眼，他看着黄毛说：“你赶紧脱鞋吧，付航着急了。”没有结尾，就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点。谢谢，谢谢付航，来吧，回来吧，哇，很精彩，很精彩。上次佩岑姐还有个遗憾，说是没有现场看到付航的演出，今天就赶上了哈。觉得很荣幸哎，我也要做这个词。岳哥也是第1次现场看，对不对？对，我之前在短视频里看，他总是走进这个第1排跟观众聊天，我看了很多那种视频。然后去年喜丹我也看，一直在看付航，确实非常棒，非常了不起。谢谢你，现场的张力确实太足了，我这角度看，我以为他要起飞了都。确实非常非常的精彩，也谢谢付航为我们下半场的所有的演员做的暖场表演。那咱们就趁热打铁，好不好？好，趁热打铁。接下来还有8位朋友要给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出。第1位也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了，他也是今天主动选择了开场。这个世界咱们搞不懂，没想到哲学系的也搞不懂。
掌声有请于翔宇。于翔宇他是高要求，对，完美主义。完美主义，然后手很好看。球球老师讲啊，求求你们了，那都是你发的原来啊？没有，我最近刷了很多他的 report，说他手很好看。求求老师，咱们是一个正经综艺，咱们这爱豆吧，爱豆。你比看姐，稳定发挥，稳定发挥。稳定发挥。于翔宇，我心目中的冠军。于翔宇确实是冠军啊，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为决赛备赛了。你是？可翔是每一轮准备的都非常充分，说实话，真的。第3赛段，哎，提高1分就可以干掉2人，那就再涨1分，188。提高1分就可以干掉2人。每一赛段进2，最后一个分饼了。11、9、7、5、3、4，喜剧之王季军。啊，决赛2轮，这个是一个，不是我内心个人的愿望，只是数学啊，数学。只要想着你上台说你要说的，希望观众笑就 OK。3、2、1，于翔宇加油！姐妹们吃点好的，求求了，对不对？来，演出，大家好，于翔宇。哎呀，第2年录比赛了，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但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开头吐槽了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讲完之后，节目组问我说：“哎，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把我妈欠的钱还了。我说妈，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但你是老赖之母。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多曝光、多挣钱，我讲这篇稿子血亏，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我懂。哎呀，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时代红利，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模仿于翔宇的风格，要能喜单夺冠。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声音提高8度，我说哎，我是教主。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那个 CEO 说 AI 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我说啊，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这儿全是挑战，你哐哐机遇。哇，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啊？你下岗啊？我上富豪榜啊？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嘛？哎，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纺织工人说瓦特的脑子瓦特了，咱们要不干掉他吧，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
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真的就是生气。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统治人类，那就人人平等了，没有人上人，全都是 AI 的下人。就 AI 战胜人类，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你呢？我说我挺好的，我花呗清零了。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按姓氏笔画排序。我于翔宇，力压马化腾、刘强东跟张一鸣。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什么机遇、挑战并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拥抱变化。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呦，抄底的好机会。”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我只有一个反应，就我现在觉得机会啊，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吧，就啥也没有，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我也去卖烤肠，红利被他抓走了，我被城管抓走了。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那一听就不合法。那烤肠得多上瘾，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这就是机遇、监狱并存。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也有点徒劳。我去年搬来上海，我那个房子是大房东直租，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他说你放心，我不卖的，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我有10几套呢。你不信我给你看。他手机上有个 Excel，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我想问那个大房东，我能不能做你的2房？我拥抱变化，你拥抱我。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对吧？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嘛，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就这个浪潮退去，我才会出来。这能不能捡点啥呢？哎，这是个海螺。哎，听，是我哭的声音。一抬头，弄潮在那开香槟庆祝呢。我说，哎，那瓶子喝完还要吗？谢谢你们，吴湘宇。谢谢于湘宇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祥子。哎呀，我一个小问题，中间那个土拨鼠的表演是致敬教主吗？什么？啊，那不是，是先写的那个，再写的就没什么前后关系。于湘宇今年还是很厉害啊，他第1轮就拿到了金牌，然后上1轮呢又挑战教主成功了。所以这个节目对你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呢？不是，对教主是挑战。不是，其实也没啥，就是每天写稿，然后演开放麦，但就突然好像觉得这么能正常、平凡的过，也还挺好。就是你没有特别大的机遇，没有特别大的挑战，能很平凡的过，已经很幸运了。因为你其实去年也是第1次参加线上节目嘛，然后你今年的状态也保持得很好，所以就是我想知道这个，因为很多演员今年很焦虑嘛，你是焦虑的状态吗？尤其是老演员。我已经是老演员了，是吧？啊，你已经不再是清清白白的毕业生了。今年男大贼多，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27了，
我其实是有焦虑，因为就是你第1年录的时候，大家对我很包容，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没有在做不好的权利了。就是我去年做不好，大家都说，哎，翔这次那个不好，然后下次就能好。然后我今年不好，大林就会，哎，确实不如去年。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但你今年叫他大林，去年叫他郭麒麟老师。郭老师，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你失去了机遇。这真人秀是挑战，挺难的真人秀。我觉得特好玩儿，因为什么呢？刚才我还误会了你一个包袱。你说弄潮儿走了之后，你是那赶海，我以为你是在在沙子里那钻出来那蛏子王呢，我以为是别人赶你呢。我还有一个梗，但是容易掉，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这个现在就是风浪越大，一下海鱼呢，一不留神我被捞起来了，哎，小鱼就是我自己。你看，确实一般，幸亏没讲这个。现在说出来有什么区别？哦，锁票了，因为锁票了。琛王咋演呀？能演琛王吗？琛王不是啊，我寻思就是你是让人我演琛王给你看。这不是我什么情绪，我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呀？看，我也就乱玩。对啊，他一上来巨逗，就上来大伙儿问好吧，他上来跟交警似的，就是这都这么。岳哥第一次看祥子的现场的表演哈，对你有什么想挑战的吗？除了单口喜剧，你最想做的？因为我可能我这个人目标没有想的那么长远，就眼下我觉得脱口秀就是还没做好，可能第2年就是争取在这个过程中把它做好，然后其他想做的事儿应该也有，但说出来就不太好意思。就是你有想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你的自留地，就是你心里有个念想，哦，这个事儿我还没做，我做了没准能行，我不跟你们说了，有个念想。我从小到大就没尝试过踢足球，我一直保留着我是一个足球天才的可能性。只要不踢就肯定是天才。对，只要不踢我就有可能是。我觉得祥子现在已经有那种 super star， 就那种超级巨星的感觉了。一上来就控场的感觉，然后很松弛，所以我们听的人也跟着很松弛，就是觉得你这什么反应？我现在特别紧绷，真的，这个你的稿子的含金量就是你的信息里面很多东西，我觉得有很多的思考都存在在你这个很完整的秀里面，所以 superstar。别把膀子夹着，你架起来。我觉得他们俩对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佩岑是一个特别喜欢夸人的人，然后于湘雨是一个特别害怕被当众夸的人，所以因为你夸他的时候就感觉拿个电棒在电他，他整个人。挺好。那谢谢祥子的表演，祥子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公平起见，我们还是先不公布他的票数，等第一个晋级结果产生的时候，我们一起揭晓。请于湘雨先前往等待区休息。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了，这是咱们今年舞台上最年长的一位选手。前2轮的表演，我觉得用5个字来形容就是出走的决心。我们掌声有请房主任。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啊。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
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爱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的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一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第1天50人，第2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啊。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啊。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啊。又把我投诉了，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
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房主任电话吗？”我说：“啊，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消息。”我朋友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啊，不少挣，一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一刻啊，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谢谢房主任的表演。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再次感谢房主任。哎呀，还是很精彩啊！天真姐一直特别喜欢房主任的表演，对不对？对，因为房主任这个人本身他就很激励我。我前几天跟房主任录了播客，然后跟他还有小红导演对谈了一下，我们聊了一下女性的成长的故事。然后我还把房主任的卡段发给了我们前2天在瑞士碰见杨紫琼，我发给他看，因为他是那个联合国的性别平等的亲善大使，他看了以后也很感动。所以我觉得你的故事不仅仅应该被全中国的人看见，我更希望被全世界更多人看见你的故事。但是我更尊敬你的就是可以去真正的发展你的故事线，去挑选了不同的内容，而不是再讲你已经被大家看见那个部分。我知道这是肯定是你经过权衡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厉害，非常喜欢。其实也不是了，这里面有原来一部分做客服是原来稿件里的嘛，就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东西，你再改，对于我这个岁数来说就是一大坎儿。就是这些天我就背的呀，血压干得哭往上冒，我就差点嘎在这个爱奇艺。哎呀妈呀，要不给您搬个凳子，咱坐这儿聊，怪吓唬人的。也没不至于。但我觉得今天也挺见功夫的，因为前2轮房主任的内容。我觉得不能说沉重，但是非常非常的厚重，因为几乎是他可能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事情、最重要的那些人和最重要的选择。今天就是这就是每个单口演员可能都会去尝试的一个话题，工作、职场遇到的那些人、周围的事儿，这个就是更厉害，让我觉得。说实话，房主任这大姐走上台，我觉得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或者是像一个特别熟悉的邻居一样。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您的这个视频，我觉得没有今天松弛。而且岳哥上来就拍在了一个格上，是不是？我为什么拍？我台上也老打嗝。他们都说吃完饭不能上台，我喜欢在上台前吃点东西。是，我岳哥确实打嗝是得拍，确实得拍。拍嗝啊！其实我跟小岳岳还蛮相像的，我们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没错。然后我们都是初中辍学，啊，就是没有，
所有人都知道那种初中辍学。然后我们都是遇到了一个贵人，然后给我们改变了命运的齿轮。啊，然后我给你最相像的是啊，有一次我在演出演凉了，然后观众就在下面喊我赶我下去，说下去吧，都花钱来的。就那一刻我是麻的，但是我的同事安慰我说，房大姐，你一定能成角，你一定能红，因为岳云鹏曾经也被观众赶下台过。那我替姐问一句，是有这么回事哈？我第一次跟我师傅出来商演，前2天呢，我没怎么上台，到第3天，我师傅说，那咱换一换内容，就把我换上去了。我有机会在台上演出了，我跟另外2位，高峰、栾云平，怎么了？我说出来了。我们3个说了一段群口，说着说着，那段内容确实不怎么好，观众呢就因为是加演嘛，加场嘛，观众希望就是看到郭老师多出现在舞台上。然后我们就被观众轰下了，那场1万多人一块喊下去吧，下去吧，非常齐，下去吧，下去吧。然后我们在台上都懵了，那2位呢，比我可能稍微有点舞台经验，他俩鞠躬下去了，就把我搁那儿了。自信被打掉很大一块啊哈。对，然后就想回老家种地，就觉得种地也种不明白，不行再坚持坚持吧，就坚持了。后来有机会。走上了春晚，姐姐有机会咱一块儿，我相信咱们有机会走上更大、更高的舞台。我可能上春晚可能上不去了啊，因为每次都我能上第2季的喜剧之王，我就很感谢。一定有机会，一定有的，一定有的，肯定有的。王大姐可以的。谢谢。我觉得就是说，您本来就是一个这么活泼的人，我说您就其实像那个。赵丽蓉老师吧，哎，对，赵老师在舞台上，他的那人物，他那个小老太太那劲儿，他其实也坏，但他坏特别让人可爱。我觉得您就特别有这种潜力，但是我说什么潜力不潜力的，我说反正我希望以后能多看到您在台上使坏，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谢谢。其实我跟郭麒麟也很有又有缘了。是不是您说都差不多，初中退学完了有贵人扶持。没必要再说一次。险些让观众轰下来，我也差点轰下来，没事，这都正常。演这么些年还不让观众轰下来，是。我觉得房主任是会让我想念的，房主任我很想你，就是看完你讲，我又想听你讲，很期待你讲。哦，我也很想你哦。这就不用了，姐姐，这是。里面有好多我可以共情的地方，不是夹子音而已，是我觉得其实年纪上确实我们体力也没有年轻人好，有很多的苦我们不一定吃，但有时候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就是要努力，因为那是为了我们想去的地方。所以谢谢你一直打破我们好多的传统的观念，我觉得房主任你就是走出了自己一条属于房主任独特的路。谢谢。非常开心。其实现场的观众不知道啊，我只比侯佩岑大3岁。是的，她像我的女儿。没有。您像25。你这说这假话肚子疼吗？过分了是吧？你也在造谣，你现在你也在。我就是村里造谣那个人。但是那会儿房主任讲的时候，我自己听的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都说大城市年轻人吃不了苦，大城市老年人也吃不了苦。是的。然后我就那一刻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在舞台上经常给演员很多标签，这个是外卖员，这个是年长一些的，然后这个又是什么，那个又是什么。其实发现到了台上，明明就只有演员跟观众2种人。那个句话一出来，我们就知道，其实所有人都是站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当然能理解他，他也发现他也能理解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一起的。特别好，特别好，谢谢房主任的表演，谢谢，也是获得了7分组的满票，请房主任先到等待区休息。多么母慈子孝的一幕啊！上一轮还是我妈呢，怎么变于小雨妈了？姐快坐下歇会儿。那我们就接着演出，下一位演员。上一场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特别独特的经历，说他被骗了44000块。我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看不懂的事儿应该特别多，这次不知道是哪些事儿了。掌声有请岳明。
他天天在我在后面哭，说我没有稿子，我没有稿子。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啊，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应该是我。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谢谢。哎，讲讲我啊！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我说我能量低，不是我说我内向，就是我很容易累，特别容易累。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演出5分钟，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下台嘎巴就躺了。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我妈能量超级高，她精力超级充沛。我俩完全不一样，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我完全不懂她，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跟她的工作有关系。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她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哪怕去偷去抢，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特别喜欢搞氛围。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一大桌子菜，一家子人做好了，她不吃，她拿起一杯酒，说：“来，我提一杯。”然后对着我姥姥说：“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这杯酒我敬你，祝您身体健康，寿比南山。”我说：“妈，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啊，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了，我要。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他又指挥别人敬酒，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嘛。我姥80了，我说再这么敬下去，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北海北海有老墓碑，起低了。我喜欢。有人喝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别敬了，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我妈说：“能不难看吗？你还没给姥敬酒呢。”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让我在年夜饭桌上表演节目。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长大了也表演。我说实话，朋友们，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50岁，我学幼师的。我给他们演什么？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太荒谬了！最荒谬的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去年生病住院了，我陪她去住院，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我妈满面红光，跟隔壁搜手。医生进来都懵了，跟我妈说：“你长点心吧，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而且没住2天，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那3步一招手，5步一回头，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的。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哇！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后来我发现，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哎，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我是德云社的烧饼。”
我知道这段脏，但是我喜欢。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直接都不叫我，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演一个，大方的演一个。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荒谬！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就放刚才那一段，就放这一段。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这些我都能理解。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我无法理喻。就人家有家属，有主治医生，她在那儿指挥人家，说你抬头，你抬脚，你扶腰，放这个床上，运动啊！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我非常生气，我对着我妈，漂亮。我说妈，你也是个病人，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儿，你不累吗？我妈说，你天天说脱口秀跑这儿跑那的也赚不了什么钱，你不累吗？我说妈妈，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我发现啊，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就是安静一点，有助于她的恢复。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整个病房欢声笑语。虽然我还是不懂她，但是我决定尊重她，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谢谢大家，我是岳明。好，谢谢岳明的表演。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没想到第3期了，我还是会被烧饼逗笑。你们先问岳哥吧，这像吗？不要太像。你困惑吗，妹子？啊？你困惑吗？你难过吗？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最开始还挺难过的，后来靠这个赚钱了之后就发大财。还好吧，还好。我先跟你讲讲他为什么叫烧饼，他是因为他小时候满脸雀斑。我知道的，我是6岁就开始听相声，是吧？对，然后我是德云社的老粉儿。哦。我说实话，我第一天见到大林，我其实特别激动，但是还有那个九龙，还有小菊，我其实都很喜欢他们。我见到你们，我特别开心，因为我爸还有我都是很喜欢你们的，追了10几年。谢谢。而且我说脱口秀跟相声关系特别大，就是因为小时候喜欢听这个，然后因为也进不了德云社，然后就进得了，你能刷门进，你能刷脸进去。这类型的只能有一个，我们那是。他们有了，我就不要我这款了。回去你跟你爸说说，咱们招进来得了。行，我觉得挺好啊。跟烧饼一场啊，把曹阳给剃掉，让他跟烧饼一场，多哏儿啊，太可乐了。我推荐你当我们封箱的时候，今年年底封箱来一个特别节目。好，你觉得怎么样？哎呦，回去我跟我们领导说说啊，让你跟烧饼就是正经演一个，我特别期待。谢谢大家，谢谢。岳明就很像一个卡通，就是就是很可爱的那种样子。然后他是比如说，你看他演完之后，观众赞美他，他就会在台上哈哈哈大笑，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状态。因为有的人可能观众喜欢他，但你像于小雨，他就会不好意思。他是这不好意思啊。然后，但是你就会看见他，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享受舞台。他就是充分演绎了享受舞台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很爱这个舞台。看得出来，你一点没藏着。这两步太可爱了。这2步我只在哔了里见过。真的是。那我觉得岳明就是一个很浑然天成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他刚刚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在讲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好像就在他的血液里，不是好像他写了一个文本，特别要来跟你讲什么，就会觉得我们很
在聊天一样，在聊天的过程中，他给予我很多。然后他今天有特别讲到，就是能量高的人，我很能够体会，因为我在我的儿子旁边，也就是能量很高的那种。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你不累吗？你小声一点。我就告诉他，我觉得我曾经站在舞台上过，我很需要别人帮我大叫。所以现在我想要为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你尖叫。我们一起好不好？1、2、3。我想问一下，以前接房大姐的人都被淘汰了是吗？对，房大姐都找人了，给淘汰了，给他们。所以说，那个妹子，你接房大姐是有压力的是吧？肯定有呀，因为她的阅历，她的什么是我们比不了的。所以而且我讲的事情吧，就比较轻松，可能也没有那么厚重，所以就感觉有点打怵。但是我觉得，站在这个台上就应该为这个舞台负责，也许只有这种轻快的，能把那些厚重的接得稳稳的，是不是？谢谢庞博老师。我看岳明站台上老跟他脚底下有一个跳舞机一样，你知道吗？他老这个。烧饼也这样。然后就是，首先声明我没去过啊，但是呢，我听岳明讲的就特别像误入女生宿舍。就是他呱唧一推门回来，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跟你说怎么样，然后怎么讲了这么一段。确实我在我们宿舍是负责这个部门的。对，你跟房主任是一个工作，其实。房主任在宿舍门口，你在宿舍里头。谢谢岳明，谢谢岳明，很精彩的表演，也是拿到气氛组的满票，请先前往等待区休息。特别棒，接住！那我们继续演出，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一位自由职业者，所以咱们今天一直在问这个世界谁懂啊？他有好多时间思考。我们欢迎大老王。大家好，我叫大老王。我最近忙，最近在卖一个走步机。为什么卖呢？因为是我买的，我有商品的支配权。什么是走步机？就是一个运动器械，就是跟跑步机差不多。跑步机的最高配速12，走步机最高配速6，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跑步机老了，你懂吗？就是你也可以叫它跑不起来机。我这个身高体重在这个上面其实很难走起来啊，只能看起来很欢快。很冷门的一个产品，历史上我没见什么人用过，只见过一个人用过，就是春晚上的黄渤。80平米的小窝，还有温柔的好老婆。这就是我现在风格。观众说我吃毒蘑菇。买是因为它可以边工作边运动，朋友们。我不喜欢工作，我也不喜欢运动，所以它可以一起做，你知道吗？效率很高。工作时间用来运动，运动时间用来工作，你的1个小时就变成2个小时，1天就变成2天，24小时就变成48小时。所以我今年32，其实我已经64了，还有1年退休。不，其实是半年。抱歉，这一些精妙的逻辑推演。边工作边运动，你们不兴奋吗？啊，那边工作边运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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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工作边运动，边工作边运动呢？这走步机的6种配速，然后。这就是在走步机上写出来的段子。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快跑，然后想买走步机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我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我能力跟不上。因为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定计划，定完计划就困了，然后在计划里补上回笼觉。
有时候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写啥就完成不了了，是吧？所以这什么是土度 list？ 这不是一个土懂的 list 吗？我其实觉得做计划就是一次理想中的自己跟现实的自己的对话了。理想中的我杀伐果断，现实中的我主要在沙发里吃饭。很怕别人问我工作进展，所以有时候楼下大爷会跟我打招呼，问我吃了吗 ，check 我进度。所以有本能反应想告诉他，这个不是我负责的。我是不太相信那些能把这些计划每一个都完美执行的人，比如自律博主那种，睡够8小时一天，工作8小时，阅读4小时，然后冥想2小时。我说啊，你阅读的时候不是冥想过了吗？我真的很爱看自律博主，我是那种会早起看自律博主的人。那种早晨起来6点就看他们忙活，瑜伽、阅读、冥想、榨蔬菜汁儿，然后上课迟到了。迟到的时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说你这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还就是计划的赶不上？每天其实完不成计划会很自责，你知道吗？但一想，其实大家许愿实现不了的话，其实是不会责备自己的。所以我现在是以许愿的心态定计划。性难愿一生吃素，只为能完成土度。我现在会把我的土度烧给雍和宫，去雍和宫求签，神仙也会很疑惑，说你求的是什么问题啊？土度 ，or not to do。怎么现在我这个工作还得普度众生？我说我疯了，你不相信我。现在真实情况就是每天的时间都用来刷短视频，10几个小时在短视频上面。就现在我感觉我这个手机的使用时长呀越来越长，就感觉我这个手机买的真值。社会上发生什么充耳不闻，你知道吗？短视频流行什么如数家珍。有人跟我说这信息茧房，我说茧房怎么茧房多舒服啊？那可是真丝的。但是我会想，你说我刷了这么多某音，我就在想，你说我是一个每天10几个小时这种优秀的某音用户，为什么我面试过不了字节跳动？我连走步机都是在某音上买的，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用户啊？所以某音就是我吃的毒蘑菇。所以这个世界谁懂？某音懂。你都不懂你自己，某音懂。别的软件还在猜你喜欢，某音早不猜你，某音早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的。随便推点什么你都会喜欢的，真的。我现在个人经验是这样，我现在经常通过某音了解我自己，我在利用它，你知道吗？我说哦，原来我是这种人。一个肮脏、龌龊、下流、好吃、懒做的一个想进步的人。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谢谢大老王的表演。我在倒计时，3、2、1，请锁票。谢谢大老王，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是真的疯了吗？陆姐知道这是我的真实状态。对，他开放麦的时候就是这种比较天马行空的状态，非常好。今天状态确实是，我觉得在舞台上是越来越好了。就从上一次开始，我觉得您跟之前在舞台上也都不太一样了。但我只是觉得这次好像就是单纯从意义上来讲，没有上回那个好玩似的。可能也因为我也曾经拥有过一台走步机，所以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真有人买呀！我觉得，哎，真不是我买，是别人送我的。行，关键这玩意儿它真占地儿啊，而且是非常占地。这个走步机，因为它没有那个扶手，搭不了衣服，搭不了衣服干什么呀？衣服我们可以买衣裳架子，对不对？它很危险，因为它真的就是一条履带，你在上面走，有的时候。你不是，就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你同时去干别的事儿，我老得低头看着他。我要不看着他，看着别的，我这就容易就来掉凳儿摔跤。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特别不实用，非常的不实用啊。然后我一听，我怎么还有人跟我一样？今天这位兄弟，你觉得是你最好的状态吗？还是？我觉得相对放松，放松是放松，但我觉得肯定有非常多改的空间。
对，但是见着岳老师就已经非常开心了。谢谢。因为我妈是您的粉丝。哎呦我去，刚才没拍。哎呦，坏了。我妈是16年开始关注您微博还没有100万粉丝的时候，她就我妈给我打电话不说别的，第一件事告诉我岳老师涨了多少粉，现在是2800万，好像是。谢谢妈妈，谢谢。就是有时候我是觉得我都没有办法陪伴我妈，然后但我妈其实她告诉我，她每天都是听着您的声音睡觉。哎呦，谢谢。那既然这样，哥哥给你一个小建议，我觉得刚才我以为要给一张票带着妈妈去看呢。那倒不是。你是生活在北京吗？我生活在北京，对，但我妈在内蒙。妈妈在内蒙。嗯。我7月26、27演唱会，我请妈妈来。不白来，都不白来，不白来，谢谢岳老师，吃着喝着咱都拿走。谢谢岳老师，谢谢岳老师。看出我哥这票真不好卖，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是逮谁送谁呀，知道吧？咱能挣钱吗，老师？我们能自己买。不用。我想跟你刚才那个段子一个小建议，前面是走步机和后边那个某音，我觉得有点割裂，就是没怎么挨得上。下次咱们就是给他弄得再紧凑，或者是弄得再好玩一点。好，没问题。哥哥的一个小建议啊。好，行。请妈妈看演唱会。好，行。但是中间走步机那个6种配速那个段子真挺神的，我记得佩岑姐也是拍在那儿是吧？对，我就是按在那里。听完大老王今天的表演，我就没想到我跟你有这么多共同点啊！我也不爱运动，然后我也很爱看，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世界都会被这些视频控制住。我不爱运动，我就喜欢看人家运动；我不会煮饭，我就看人家煮饭。然后我们就会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是别人在帮我们过，好像要过成那样才是有在生活。就是我觉得挺无力的，但你又离不开这个东西。因为我的喜剧理念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喜剧里面要很爽，要复仇。我的喜剧理念就是我一定得输。我是认为它是有意思的，拿出来聊。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大老王，我觉得你刚讲那一段让我理解了一下，你在塑造一个脱口秀里的形象，那个形象就是好像一直要去完成点什么，然后最后都啥也没完成的一个形象。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就是你把这个人物冲突，把你对这个世界的拆解都放在你要去完成和你完成不了这个事情上。比如上一场我觉得讲那个景德镇的那个段子就讲得很好，因为那个感受我觉得会更容易被那个大家共鸣一点。今天这个感受我就会觉得有点窄，就有点像穿越那个很曲里拐弯的那个门，所以我就在想，你得是一条汹涌的河，才可能冲得过那些曲曲盘旋的路，所以就是那个背后那个话题要大，共情的情绪要广，可能你才用这个方式走得通，要不然可能会被堵上。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理解你的意思。这是我的一些感受。走步机的用户还是太少了哈。啊，天真，会不会是因为你很热爱工作，然后你也爱运动，所以你没有什么共鸣？我倒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他种草了走步机。但是我不会，不是，但我确实不会想一边工作一边运动。其实本质是逃避。本质是逃避问题，才会想用这种方式骗自己。因为他这个风格我觉得很特别，然后我还是很希望他这个风格可以被保持，可以被发扬光大。我懂，我完全理解田津老师的用意。对，感谢田津老师。对。我觉得就是跟他现在状态很像的，就是他段子里的说的事儿跟他现在状态就是一样，他就是脑子想很多，但是他不太会去做。就每次我看见王哥就像是一个长跑比赛，完了所有人都跟那儿准备，然后他就来这儿躺一会儿，然后走了。然后你就是死一会儿，但是他每一次就是说特别就死的特别深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他这个特别好，但是他可能今天没死那么深，又不是好话，夸一夸快。对，内容深度还可以。谢谢。能量密度特别高，感受到你对艺术的追求。这个舞台自己的大老师，行了吗？这是。特别棒，王哥。哎呀，挺好，谢谢大老王的表演。那大老王这场演完，我们这个拼盘第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也即将产生，究竟会是谁呢？看看谁？要不这月明，要不你想你呗。请看大屏幕。
于翔宇，让我们恭喜于翔宇190票，直接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就座。咔嚓一下，给夏天来点动静。喜欢摸鱼，不如变成鱼。不必跟风，做自己的风。和合拍的人尽情的合拍。快乐和动图都是幸福的魔法。vivo S30系列，快乐你就 vivo Life。比赛继续，下一位要登场的这位朋友，那对这个世界懂得也挺多的，像懂穿搭、懂育儿，还懂经营三角猪俱乐部。真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戴维。嗨，大家好，我是戴维。哇，又录到深夜了啊！你们困吗？一看就经常熬夜。这个世界很多人熬夜，我懂你们。嘉宾熬夜有通告费，选手熬夜为了比赛，那只有你们熬夜，那是真热爱啊！我自己就经常熬夜，因为又要当演员，又要经营俱乐部，这特别忙。有时候凌晨2点还在回消息。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灰姑娘》里面那个一到12点就会变回南瓜的南瓜车。嘿，他居然赶在客户还没完事的时候准时下班。你这放到现实，这个南瓜只会丢掉他网约车司机的工作，然后改行送外卖。没有南瓜车那么硬气，所以我只能等到所有烦我的人都睡了以后，才有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就会玩到3、4点。我当然知道早睡很健康，但是不开心；熬夜很开心，但是不健康，很矛盾。我到底是应该身强力壮的抑郁，还是活泼开朗的猝死？我感觉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快要上路了。每天熬到3、4点，现在作息非常的规律。有时候2点困了，我都劝自己，怎么这个点就不行了？再坚持一下，床头柜刻一个碗字。累，但是舍不得睡，即使很困，也坚持醒着休息。每天都休息得很累，休息得我好想休息。打个游戏，想着赢一把就睡。凌晨4点玩吃鸡，匹配到的全都是想赢一把就睡的人，也太激烈了，100个人抢一个睡觉名额。还没吃上鸡，鸡都开始打鸣了。看个电视剧吧，这一集不够精彩，不过瘾，得再看一集。这一集很精彩，等不了了，更得再看一集。连续剧不就得连续看？好不容易看完35集的《长安荔枝》，终于上床了。短视频又来找我了。我现在不是刷完一个视频然后去睡，我是在刷一个视频过程当中睡着了2、3次，我才会睡。我都不是睡过去的，我是晕过去的。刷到美一谈判，特朗普不同意，但是我点头了。就是狠不下心睡觉，睡觉就意味着你要亲手结束今天的快乐，开始明天的痛苦。我很清楚，只要我一闭眼再睁眼，手机上又多出来一堆新的工作消息，想想都焦虑，很影响熬夜的体验。后来想通了，不焦虑了。我现在把今天和明天分开来看，明天还有好多活，那是明天的我要担心的问题，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明天早上8点飞机，管他呢，又不是我赶。
明天的我少睡一点没关系的，他比今天的我又更老了一点。老人嘛，就是觉少。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今天的我享今天的福，明天的我吃明天的苦。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会提前把作业做完，就可以玩一整个暑假。但是现在我提前把工作做完，我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没有尽头。还买什么走步机？人生就是一台走步机。成年人是没有暑假的，我的暑假就1点到3点，没有 gap year， 只能 gap 1夜。你知道弗洛伊德把人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我现在把我分成昨我、今我和明我。昨天的我没有完成任务，今天的我指望明天的我。明天的我说人呐、还是要靠后天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戴维的表演，喜欢戴维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谢谢戴维。哎呀，戴维每次都能讲一些其实大家很有共鸣的点。我记得是佩岑姐先拍的，对不对？对。很有共鸣，因为我也好爱熬夜，然后可能我知道戴维是爸爸嘛，就是我们常常就会在孩子就是真的烦你的人睡着之后，你才能够做自己的事情。对，我的人生也是晚上11点以后才开始的。对，所以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个表，让我也想开一点，就靠后天努力吧。我很喜欢今天的文本，我觉得非常厉害。谢谢。我想问问现场喜欢熬夜的有多少？确实，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喜欢熬夜，尤其是10点钟以后，就孩子睡了以后，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然后真是那个意思，就是舍不得睡。一看表，哇，11点了；一看表，快1点了。为什么就是晚上那个时间过得那么的快？真的是就引起了我一些共鸣。那因为朋友们都晚上不睡，所以就白天没朋友啊。朋友没有起这么早的，没有一块吃早点的朋友哈。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戴维在这一次终于愿意讲一讲自己的一些个观点和看法了。之前他好像都是把那个介绍的主体放在了孩子身上，或者说什么关系之间。他这回愿意分享一下关于你自己的事儿了。而你上来我就跟天真姐说，你看这回上来直接穿着那个粉色就上来了，就已经成为人设了。这是你人生的颜色啊。然后我就觉得特好，就觉得你现在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你自己想表达的。起码是作为你个人你想去说的关于你自己的事儿。所以这会儿其实是你的时间是吧？对啊，我现在很精神。我的舒适区，这是他非常嗨的状态。现在啊，他能量值就这样啊。对，现在我已经很嗨了。谢谢戴维的表演，谢谢。戴维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而接下来每一次我们都是最高分的演员可以直接晋级下一轮。那究竟是谁呢？还有几个人啊？还有3个人啊。戴维有点悬是吧？岳明、